埃及有个大饼只卖2分钱，30多年过去了就没涨过一次价，这是为啥？是他们不想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他们不敢。这大饼可不是一般的大饼，埃及1多人能不能活下去就靠这个大饼呢？谁敢涨价，那就是在要他们的命。不是，那一个大饼怎么就敢和1多人的生死存亡扯上关系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埃及位于亚非2个大陆，大部分位于非洲，与利比亚、苏丹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04亿人。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人口破亿的国家，相对于埃及那个面积来说，应该不算太多才对。但事实上，埃及因为这个人口问题愁都要愁死了，他是真恨不得能扒在全国人民耳边说一句：求求别生了。为啥别生啊？因为养不活，根本就养不活。人也多，吃的也多，那想要种吃的就必须有耕地和水源。但问题是，埃及这100来万的面积呢，压根就中看不中用。除了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尼罗河两岸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沙漠，占据了国土总面积的97%左右。想种地，不好意思，木有。另外，埃及的气候不仅干旱，年降水量更是只有200毫米。虽然有条尼罗河，但这条河也不是埃及独有的，为数不多的流量还得跟自己的邻居分好，到手才600亿立方米每年。但埃及一年至少就得消耗1000多亿立方米，根本就不够用。更吓人的是，尼罗河的水还在不断减少，没地没水没粮食，1亿多嗷嗷待哺的嘴巴该怎么办？大饼在埃及的方言里呢，还有活命的意思，因为人太多，粮食不够吃。为了百姓不要因为饿肚子到处闹腾，上世纪80年代，埃及就推出了一款廉价大饼。廉价到什么程度？只要0.05埃及镑，折合人民币2分钱就能买到一张。这价格先不说，近40多年就没涨过一次价。对于埃及这基本靠进口粮食的国家来说，简直便宜到没边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种福利那大饼确实好，但关键是它之所以能做到不涨价，全靠国家补贴。因为一张大饼的成本价呢，就得0.6埃及镑，换算成人民币2毛5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每卖出一张饼，至少亏2毛钱。看着是不多，但要知道，全埃及1亿多人，40多年，光吃这个饼就不知道吃了多少个。每年花在大饼上的补贴就达到全国总收入的15%。要是哪一年碰上粮食涨价、粮食欠收之类的，补贴甚至能达到25%。埃及虽然有石油等资源，也背靠苏伊士运河，每年都能收过路费啥的，是赚一点小钱，但花钱的地方也多呀。做大饼的原材料哪里来的？还不是花钱在谷地上买回来的吗？更别说埃及还打算花大价钱迁都，这更是用钱大户，压力太大了。所以埃及政府才会想给近40年不涨价的大饼提价格。也不是说不补贴了，补贴还是有的，就是少一点点而已。说实话，大饼这么多年没涨价，这都算比较良心了，稍微涨呢也无可厚非。但埃及人却不干了，你要是敢给大饼涨价，那我就跟你拼了！一个2分钱的大饼想涨价，却差点闹出全国暴动。在2017年，埃及政府就这么干过一次，刚宣布涨价，另一边就有上百万人示威游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埃及吧，大饼和活命是同一个意思。他们抗议是因为其他粮食根本买不起。好不容易有个便宜的大饼，居然也要涨价，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想活命而已，有什么错？这次抗议因为人太多，都不得不出动部队来维持，搞到最后，埃及政府还是没能涨价成功。为什么没成功？还不是因为埃及人太多了，没实力还揽瓷器活，他不难受谁难受？不过埃及也不是不知道，他也着急呀。但对埃及人来说呢，多子是福这点几乎在埃及人脑海里是根深蒂固了。搞得埃及政府宣传计划生育都得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态度强硬了，出了他们的逆反心理。再一个就是埃及人里面还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30%，在这些人眼中，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劳动力，收入呢也会多一些。但问题是，生了以后日子依旧不好过，到最后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，陷入一个死循环里，这辈子都很难出来。说简单点，大饼就是关乎能不能吃饱饭，而埃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2个办法，第一是有稳定的粮食来源。另一个呢，当然就是控制人口，不能再让人口这么无限制的增长下去，不然的话，一旦超过了国家所能承受的极限，那个代价埃及可能承担不下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